就在前几天，一艘停靠新加坡的探险游轮突然拉响了防疫警报，2名新加坡本地居民落地连家都没回，直接被紧急隔离。看到游轮、新病毒、即刻隔离这几个词，很多人第一反应绝对是完了，难道又要回到天天戴口罩的日子？先别慌，这起看似吓人的突发事件背后，不仅藏着汉坦病毒背后新加坡真正的底牌，更让我们意外看清了新加坡现在的防疫雷达到底有多硬核。咱们生活在新加坡，700多平方公里挤着将近600万人，人口密度奇高，所以大家对传染病这3个字天生就很敏感。作为全球最顶级的航空和航海枢纽，每天滨海湾邮轮中心和樟宜机场一样，都是人挤人，客流不断。这次惹事的是一艘刚跑完多国复杂航线的探险游轮，这2名本地居民在船上或者快下船准备过海关时，突然出现了疑似汉坦病毒的典型症状。接下来，新加坡卫生部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操作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快准狠，没有任何拖泥带水，从前线接到通报，上报异常，到总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，再到调派专门的救护车，把人严丝合缝的闭环送进国家传染病中心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为什么这么拼？连1分钟都不愿意等。因为在新加坡历经实战打磨的防疫系统里，面对任何可能的输入型高危病毒，规矩只有一条铁律，那就是先隔离，后排查，宁可10房9空，绝不漏过一个。这种看似夸张，甚至有点兴师动众的反应速度，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能够安心的最底层保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听起来名字很猛的汉坦病毒，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咱们直接把话说明白，先解决你心里最大的担忧，汉坦病毒会是下一个席卷全球的新冠吗？答案是绝对不会。很多人一听新病毒就应激，觉得马上又要居家办公，抢购卫生纸了。这里有个巨大的信息差，汉坦病毒的生存法则和传播玩法和新冠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。新冠是防不胜防的人传人，但汉坦病毒的老东家是老鼠这类动物。其实这个病毒早在上世纪的朝鲜战争期间就被发现了，并不是什么刚刚变异出的未知恶魔。那人是怎么中招的呢？通常是因为你身处在密闭空间里，吸入了带有受感染老鼠尿液、粪便或者唾液的气溶胶，又或者是不小心吃了被带毒老鼠碰过的食物和水。虽然医学数据显示，某些特定的汉坦病毒毒株引发的肺综合征致死率最高能逼近 38%， 这数据听着确实很吓人，但它几乎点错了进化树上的技能，根本没法在人跟人之间进行有效传播。那游轮上怎么会中招？你想，游轮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海上移动建筑，内部结构极其复杂，管线密布。要是游轮中途停靠了某个卫生条件极差的异国港口，刚好有携带病毒的老鼠悄悄安家落户，那乘客就有中招的风险了。所以，卫生部果断隔离这2位居民，纯粹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最及时、最好的医疗救治。弄懂了这个科学机制，下次再有人转发那种制造恐慌的小文章时，你就可以直接把这条视频甩给他们了。不过，既然明知道它不人传人，新加坡政府干嘛还要搞这么大阵仗？这不是浪费医疗资源吗？这就不得不提新加坡防疫体系里最硬核的黄金24小时法则。当患者被推车推进负压隔离病房的那一刻，一场跨部门没有硝烟的暗战就已经在全岛拉开帷幕了。顶尖实验室会彻夜不休，用最快速度跑出病毒的基因测序，精准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毒株。紧接着，经验丰富的流调团队立刻入场。这次他们不查患者接触过谁，而是调查患者过去几周到底去过哪儿。如果是在海外哪个不知名的小港口探险时感染的，那风险相对好控。但如果怀疑是这艘游轮上出了卫生漏洞，那国家环境局的病媒控制特种部队就会直接杀过去。他们可不是去走过场的，他们会带着紫外线探测仪、专业的生物取样设备登船，钻进最底层的机舱和通风管道，搞地毯式的取样和查询。一旦查出游轮存在严重的卫生违规，或者真的发现了鼠患踪迹，邮轮公司面临的绝对是巨额罚款，甚至会被直接吊销执照，停航整改，绝不姑息。在新加坡，公共卫生安全从来不是自己单打独斗，而是卫生部统筹，环境局排查，海关严守，再加上交通部配合，一起布下的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。正是这种基于精密数据模型的过度反应
和哪怕不计成本也要进行的早期强力干预，恰恰把那些可能在社区里的隐藏危机全死死按在了萌芽状态。那么，既然政府已经兜底了，普通人现在还能安心出门享受假期吗？听到这，很多刚趁着年底大促买了邮轮配套，可能心里就发毛了。这船还能坐吗？交的定金还能退吗？其实大家真没必要太过于害怕。现在邮轮旅行本身是非常安全的，卫生标准极其严格。但这次事件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警钟，提醒我们出门在外，咱们自己的个人卫生防线绝对不能掉链子。防范汉坦病毒，普通人只要牢记2招就完全足够了。第一，管好你的手和脚。坐邮轮停靠在异国港口下去自由行的时候，尽量绕开那些阴暗潮湿、满地垃圾的后巷，或者长满杂草的旧仓库，那些地方简直就是老鼠和病毒培养皿。在路边摊买罐装饮料喝之前，千万别直接对嘴吹，顺手用湿纸巾把易拉罐口彻底擦干净。如果发现入住的船舱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立刻要求服务员换房，绝不将就。第二，认准关键的求救症状。汉坦病毒的潜伏期非常长，能有1到8周之久，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。如果你旅行回来1-2个月内，突然毫无征兆的飙高烧，大腿和后背出现剧烈的肌肉酸痛，甚至觉得胸闷喘不上气，千万别当成普通的重感冒或者劳累过度，赶紧下楼找附近的诊所看医生。而且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报上你最近坐过邮轮或者去过哪些国家，你提供的信息越精准，医生帮你排雷的速度就越快。在新加坡这么顶配、高效的医疗系统面前，你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警觉性永远是排在第1位的救命稻草。所以，回到视频开头那个让人心里发毛的问题，汉坦病毒要在新加坡大爆发了吗？结论比钢铁还硬，绝对不会。这2名居民的火速隔离根本不是什么灾难大片的预告片，而是新加坡防疫防线把危险死死挡在社区门外的一场完美实战演练。在这个真假消息满天飞，动不动就容易焦虑的时代，真正能给我们内心底气的是扎实的科学认知，以及这个极其靠谱、时刻在运转的公共卫生系统。聊到这，彻底了解了真相的你，还会按原计划去坐邮轮度假吗？或者你平时出门旅行，不管是坐船还是住酒店，有什么绝佳的防坑、防病毒小妙招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一下你的独家秘籍，大家一起避雷，互帮互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分析听着还挺过瘾，学到了真东西，别忘了订阅咱们的频道狮城社区百事通，顺手点亮旁边的小铃铛，每天只要几分钟就能知道新加坡的大事小事，让你的新加坡生活绝对不迷路。我是你们的社区百事通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